朝鲜一天报名参军80万，半岛火药味浓厚，中国能否控制住这个局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近来朝鲜半岛或者说东北亚地区发生的几件事儿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比如大家都看到的韩日关系改善了，还出现了韩国总统尹锡悦向日本国旗鞠躬的事件。事后韩国方面解释说，现场是摆着日韩两国国旗，只是呢从新闻画面拍摄的角度看，日本旗正好挡住了韩国旗。但是这事儿对韩国人来说也是个强烈刺激。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事件说明，尽管日韩之间存在着领土争议问题，民间仍然经常为了大大小小各种事儿互相讥讽，但是双方政府还是选择了至少是阶段性的相互靠近。毕竟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并且这个对手这几年的军事力量发展速度有点不一般。这个对手呢，当然是指朝鲜。朝鲜的军事力量构成里边，空军、海军还有地面装甲力量都很弱，但是朝鲜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不对称发展方向，在弹道导弹还有远程火炮方面猛下功夫，最近还试射了潜射战略巡航导弹。他们对美国都有了一定的核打击能力，更不用说还有多种的弹道导弹可以覆盖日本。前几年呢，朝鲜还曾经表示过，手上这么多大杀器，尤其是核武器，是可以用来打击日本的，但是不用来对付韩国，让韩国人不要担心。这多少还有点分化日韩的意思，这种情况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自从拜登上台之后，朝韩之间的对抗也是越来越激烈。去年就隔空开火，今年朝鲜领导人宣布韩国是明确的敌人。马上美韩进行了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继而18日就出现了朝鲜一天动员80万人报名参军的这么一个局面。这样双方都进入了互相加码、猛踩油门、没人踩刹车的状态。出现这种局面背后的驱动力量仍然是美国跟俄罗斯。特朗普在任期间，朝鲜半岛能够出现当时那种缓和，朝韩美三方能够握手言欢，中国国内甚至都有人担心朝鲜会不会向美国倾斜。这和特朗普与俄罗斯的密切联系是分不开的，有特朗普在，普京就可以向美国输出一些利益。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美国方面已经是民主党当政，拜登是要打击俄罗斯的，而俄罗斯方面就在俄乌战场上难以取得突破。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就急需外援来分散美国的精力，所以朝鲜半岛形势紧张，那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因为在俄罗斯最忠诚和亲密的盟友里边，朝鲜的军事力量具有足够的规模，平壤掌握的弹道导弹、防空导弹、远程火炮技术也基本都是俄罗斯的血脉，并且在乌克兰问题上，朝鲜也是极少有的几个承认乌克兰几个州并入俄罗斯的国家之一。现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呢在为朝鲜的动员能力而欢呼，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朝鲜毕竟更愿意跟随俄罗斯而不是跟随中国。俄乌战争中我们是可以保持中立，俄罗斯没法强求我们给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中朝关系特殊，东北亚如果爆发新的冲突或者战争，我们有很大的概率被迫卷入战争，那么也就是从另一个渠道实现了俄罗斯的战略目的。而我们现在积蓄力量，首先要解决台湾问题，稳住韩国，让韩国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才是中国的策略方向。东北亚进入战乱对我们是极其不利，这听上去有点类似50年代局面的重演。那么长期以来呢，很多国家也认为中国对朝鲜有很大影响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中国现在真的有必要发挥影响力，防止身边爆发一场不由我们主导却有可能牵扯我们利益的战争。否则下棋的两只手仍然是美国跟俄罗斯。这样的政治格局里，我们要小心，不能不当棋手，不能够一激动把自己又变成了棋子。